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正计划在120岸舰导弹的技术基础上，研制一款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这款导弹也被外界称为“日版战斧”。有分析指出，虽然日本在研制120岸舰导弹时采用了地形匹配技术，为发展远程巡航导弹积累了一定的能力，最终可能还是要美国提供技术支持。就是如果日本真的要上马这种导弹的话，它虽然可能还是在本国组装制造，但是吧，可能其中还是有，可能至少有过半数的那个分系统或者零件的话，还是要来自美国。本文中提到，美军智库兰德公司发布研究报告称，美国打算以应对所谓中国威胁为由，在中国周边建设导弹基地以部署中程导弹，然而却找不到愿意合作的盟友和伙伴。请教一下曹先生，您对这份报告是如何看？他现在讲的中国威胁，完全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假想敌。那既然中国是假想敌，那显然这是大国的对抗，这是冷战的思维。如果要遏制中国的发展，或者对中国构成一定威胁，就要在周边部署相应的这些武器装备。如果你仅仅是把舰艇，包括航母这样的大型舰艇舰队开到人家的家门口啊，那这样这个航母是很不安全的，是要挨打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好办法。最好的办法呢，是有不沉的航空母舰。所谓不沉的航空母舰，就是在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部署相应的武器装备，比如说在日本、在韩国啊，或者是在中国南海周边啊这些国家选择基地的话，如果能够部署地对地的弹道导弹，就特别是中程的，或者是这个射程比较远的这种导弹呢，就可以形成一定的威胁。但是这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你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你用这样的美国导弹去打了中国或者俄罗斯的舰艇以后，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平台以后，那么必然要招致报复。那这个报复它不会打到美国的本土上，那你这个导弹的基地在哪儿，或者你的雷达的这个基地在哪儿？那人家的导弹就要飞过来，那打的是什么呢？是打的部署国或者部署地区的。那我们看到谁愿意就是当这样的炮灰啊？有观点指出，美军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炮已经在日本和自卫队展开了多次新跳岛战术演练，未来不排除美军的中程导弹也会采用相同的战术，部署到石垣岛等导弹基地上。请教一下秦先生，这样会对地区安全局势造成多大的影响？如果他要部署到像新闻中提到的西南离岛，包括石垣岛这样的地区的话，那么明显就冲着是台海来啊，因为那些石垣岛啊，包括什么宫古岛等等，都是离这个台湾岛很近，离台湾海峡很近，包括离钓鱼岛也很近的地方。在这个地方部署中导，再加上海马斯，因为海马斯上面有一个叫先进战术导弹啊，这个导弹也可以打大概300公里啊，而且打得很精准，这个圆概率误差只有5米。所以这两个配合起来用啊，这海马斯打得近一些，然后地面发射的中导打得相对射程又远一些，互相的配合会对整个的东亚局势，特别是台海和钓鱼岛周边的局势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我觉得相关国家也不用被他的这种所谓的一些动作这个吓倒，或者是反而被他牵着鼻子走，因为我们知道，就以中国为例，我们常年就是面临着美军离我们基地，美军基地离我们很近啊，无论韩国的基地、日本本土的基地啊，包括这个冲绳啊这些离岛的基地，实际上离中国大陆都很近。它现在即使再加上所谓的中导、所谓的海马斯，也无非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保持定力啊，这个应对就可以。